嘲諷丹麥二戰投降，貶低加拿大靠美國存在，指責英國愚蠢，威脅芬蘭加徵關稅。要知道，這些都是主權國家，哪個能忍受這種屈辱？昔日高呼去中華，今日連夜赴精華。關稅揮刀盟友散，紅毯未鋪客自來。霸權如沙難久握，王道似水納百川。欲問彼局誰助力？白宮一人民建國。家人們，先給你們看一組顛覆認知的畫面。芬蘭總理帶着20多家企業高管連夜飛北京，丹麥首相剛怒懟完特朗普就加急申請訪華，加拿大總理一邊硬剛美國，一邊派經貿團訪華，英國、德國緊隨其後排着隊要見中國領導人，這哪裡是國際外交嘛，分明是現代版的萬國來朝嘛。最諷刺的是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然是喊着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特朗普。他花了好幾年去搞什麼去中國化，又是加征關稅啊，又是逼盟友選邊站，可結果呢，盟友沒留住，反而全跑到中國懷裡。今天啊，咱們就扒一扒這出國際大戲的底層邏輯。特朗普到底做了什麼神操作呀？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碎，中國又憑什麼成為全球的香饽饽？看到最後啊，你觉得會驚呼川建國呀，功不可沒。大家好，歡迎来到老友記，我是大钊。先看美國5大盟友集體倒戈，特朗普當場傻眼。這波訪華潮的豪華陣容，每一個都讓特朗普坐立難安。第一個，芬蘭，作為北約前線國，芬蘭以前可是跟着美國屁股後邊跑的，但現在呢，總理奧爾波冒着嚴寒訪華，這是2017年以來芬蘭總理首次訪華。隨行的還有機械、清潔能源、食品等領域的20多家企業高管。奧爾波一落地啊，就興奮地發社交媒體，為芬蘭企業打開機遇之門。接下來的行程讓人期待。要知道，芬蘭總統斯图布剛在達沃斯論壇吐槽，沒有美國授權，芬蘭的 F-18跟 F-35戰機啊就是廢鐵。前腳剛抱怨完美國靠不住啊，後腳就跑到中國尋求合作，這態度轉變的比翻書還快。第二個，丹麥。這個國家被特朗普傷得最深。特朗普啊，不僅公開嘲諷丹麥，二戰6個小時就向德國宣布投降，還說呀，沒有美國，丹麥人現在可能說德語或者日語。更過分的是，他直接覬覦丹麥的格陵蘭島，威脅想要購買人家的領土。丹麥首相氣得直接硬剛，主權問題是紅線，誰也不能碰。轉頭就派經貿代表團訪華。要知道啊，丹麥是最早跟中國簽訂協議的西方國家，現在更是要把雙邊合作推向新高度。這明擺着是用腳投票嘛。第三個，加拿大，特朗普公開叫囂加拿大之所以存在全靠美國，結果呢，加拿大總理卡尼當場怒懟，我們是自己國家的主人。更打臉的是，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讓加拿大赴美遊客減少了400萬人，損失高達43億美元，而中加貿易啊卻逆勢增長。加拿大的農產品、礦產資源源源不斷運往中國，現在加拿大企業界喊說，不能再被美國綁死，訪華團規模一次比一次大。第四個，英國戴不勒帝國，特朗普啊指責英國割讓土地是愚蠢決定，還貶低英軍在阿富汗戰爭中的作用，氣得英國首相斯塔默直言必須道歉。被美國這麼羞辱，英國轉頭就加強對華合作，從金融服務到綠色能源，雙方合作領域越來越廣。要知道啊，英國以前可是美國在歐洲的鐵桿小弟，現在也開始給自己找後路，甚至啊開始推動中國在英國建大使館。由此啊，還引發了移英港人開始拉條幅鬧事兒。圍繞這個事兒，還將出一期節目，大钊還將繼續做一個移英港人拉條幅02款，敬請期待。再看第5個國家，德國。作為歐盟經濟引擎，德國呀早就受夠了特朗普的關稅威脅跟單邊主義。特朗普曾威脅對德國輸美商品增加25%關稅，還要求德國增加軍費，卻減少對歐洲的安全承諾。德國企業界看得明明白白，中國是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，中德貿易額比美德貿易額還高。現在德國總理帶着企業高管訪華，就是牢牢抓住中國市場，擺脫對美國的依賴。同志們，這5個國家全是美國的核心盟友。有的是北約成員國，有的是五眼聯盟成員，現在啊卻集體排隊訪華，這難道不是對特朗普的去中國化政策最響亮的逼刀嗎？特朗普要是看到這場景，估計得拍桌子喊：這關稅大棒揮了1年了，結果呀，我這是幫中國招商引資。說真的，特朗普要是頒個中國最佳外援獎，絕對實至名歸，讓中國再次偉大。
再看美國盟友的血淚史，就是跟着美國呀，真的會要命。可能有人會問，這些國家以前跟着美國好好的，為什麼突然就翻臉不認人？答案很簡單，跟着美國呀沒好處，還盡受氣。特朗普的操作簡直把盟友當成了韭菜，把霸權當成了底氣。咱們來細數美國盟友的3大致命痛點。第一，主權被踐踏，尊嚴被摁在地上摩擦。特朗普最牛的操作就是把侮辱盟友當成日常。在達沃斯論壇上，他帶着侮辱火箭筒橫掃全場，嘲諷丹麥2戰投降，貶低加拿大靠美國存在，指責英國愚蠢，威脅芬蘭加徵關稅。要知道，這些都是主權國家，哪個能忍受這種屈辱？更過分的是，特朗普公然覬覦丹麥的格蘭領島，還放話可以採取一切行動。人們在委內瑞拉的事上已經看到了這一點。這話翻譯過來就是：你不把格陵蘭島給我，我就收拾你。這哪裡是盟友，分明是黑幫老大威脅小弟嘛！丹麥首相直接硬剛呀，如果美國攻擊北約國家，北約就完了。歐洲國家徹底醒悟，跟着這樣的美國，今天被羞辱，明天就可能被搶領土，這日子沒法過了。插個笑話，特朗普總說如果我輸了大選，中國人就要佔領美國，大家都得學中文。結果呢，網友扒出來，他自己的外孫女外孙早就開始學中文，還能背唐詩呢。這難道不是自己人先被中國佔領嗎？更搞笑的是他一邊喊着與中國斷絕關係能省5000億美金，一邊呢自己家族的產品全是中國生產的，在中國呢還有商標。這種自打臉的操作，估計也就特朗普能做得出來。第二經濟被收割，利益被當成籌碼。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說白了就是美國吃肉，盟友喝湯都不行。他動不動就對盟友加徵關稅，從歐洲的鋼鐵、農產品到加拿大的鋁製品，無一幸免。美國旅遊協會統計就因為特朗普的關稅跟移民政策，加拿大赴美遊客減少400萬，美國損失43億美元。紐約市的國際遊客預計下降17%，損失數百億美元。而中國呢，始終堅持互利共贏，中芬雙邊貿易額超過了80億美元，雙向投資存量230億美元，在全球化逆流中逆勢增長。中德貿易額連續多年突破2000億美元。中國是德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之一。中國從加拿大進口大量農產品，讓加拿大農民掙得盆滿缽滿。一邊是被美國收割，一邊是中國的紅利。換作是你選誰？第三，安全沒保障，承諾全是空頭支票。北約成立的基礎是集體防禦，但特朗普卻一再削弱對歐洲的安全承諾。他說美國從來不需要北約，還抱怨盟友搭便車。芬蘭作為北約前線國，本來指望美國提供安全保護。結果芬蘭總統發現，沒有美國授權，自家的戰機就是廢鐵。更諷刺的是，特朗普一邊要求歐洲國家增加軍費，一邊自己卻在俄烏問題上不願意承擔責任，把歐洲推到前線。歐洲國家徹底明白，美國的安全承諾都是空頭支票，關鍵時刻根本就靠不住。而中國始終堅持不干涉內政，是國際秩序的穩定錨。跟中國合作，不用擔心被捲入衝突，還能獲得穩定發展的環境，這才是真正的安全。孟子早就說過，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寡助之治，親戚叛之；多助之治，天下順之。特朗普搞霸權主義，踐踏主權，收割盟友，違背道義，這就是失道。而中國堅持互利共贏，尊重主權，維護和平，這就是得道。美國盟友集體訪華，本質上就是叛失道者，順得道者，這也是歷史的必然。美國盟友叛逃不是因為中國逼他們，而是因為中國的王道魅力。特朗普搞的是霸道，靠武力威脅、羞辱、壓榨別人；中國走的是王道，靠尊重、合作、共贏吸引別人。這一點，中國的古人早就給出了答案。《道德經》說：“大邦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天下之阿，阿常以盡勝度，以盡為下。”意思是大國要像江河一樣處於低處，才能匯聚天下的溪流。中國作為大國，從不恃強凌弱，始終尊重各國主權跟領土完整。平等對待每一個國家，不管是大國還是小國，都一視同仁。芬蘭是小國，中國跟他建交70多年，成為不同社會制度、不同歷史文化國家間的友好合作典範。丹麥被美國羞辱，中國卻沒有落井下石，而是深化經貿合作。加拿大跟中國有分歧，中國始終堅持通過對話解決問題。這種以敬為下的智慧讓中國成為全球各國都願意交往的夥伴。而美國那種居高臨下的霸道，只會讓盟友越來越遠。有人說现在的多國訪華像极了大唐的万國來朝，
當年大唐之所以能吸引萬國來朝，不是因為武力強大，而是因為開放包容、互利共贏。長安城裡胡商雲集，各國使節往來不絕。大唐用絲綢、茶葉、文化換取各國的珍奇異寶。更重要的是，大唐尊重各國的文化跟制度，從不強迫別人臣服。今天的中國傳承的正是這種大唐風骨。我們搞一帶一路不是搞殖民擴張，而是幫沿線國家建鐵路、修港口、促貿易。我們歡迎各國訪華，不是要別人來朝拜，而是要一起合作掙錢，共同發展。芬蘭訪華是為了打開亞洲市場，德國訪華是為了深化經貿合作，加拿大訪華是為了擺脫美國依賴。中國不搞霸權，不搞收割，只搞共贏，這就是不是兵哥特合德的力量。論說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中國始終認為自己發展好了，也要讓別人發展好。中國要實現偉大復興也要幫助各國實現繁榮富強。這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思想，也是中國吸引全球各國的根本原因。美国搞去中国化，想把中国排除在全球供應鏈之外，結果呢，自己的企業受損，盟友的利益被犧牲，全球經濟變得更加脆弱。而中國呢，始終堅持開放合作，歡迎各國參與中國市场，也願意參與各國的發展。只有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，才能實現共同發展。搞零和貿易，最終只會眾叛親離。看到這兒，你還覺得美國盟友訪華是偶然的嗎？董王用4年時間證明了一件事：霸權就像流沙，握得越緊，流失的越快；而王道呢，如同江海，兼容并蓄，方能匯聚百川。他想靠威脅、羞辱收割住盟友，卻忘了《道德經》千年真理：以利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；以德服人者，忠心悅而誠服也。美國的盟友不是叛逃，而是清醒；中國不是搶人，而是正道。當芬蘭的戰機在美國面前變成了廢鐵，當丹麥的主權被特朗普肆意覬覦，當加拿大的利益被當成籌碼收割，他們終於明白，跟着美國只能當棋子，跟着中國才能做主人。未來還會有更多的美國盟友排隊訪華，因為歷史的車輪從不會霸權停留，人心的向背從來站在正義一邊。特朗普總喊着讓美國再次偉大，卻用自己的行動加速了中國的崛起，成就了現代版的萬國來朝。或許若干年後史書會這樣記載：特朗普執政4載，欲去中國化，反促去美國化，盟友離心，華夏歸心，蓋因其行霸道，而華夏遵循王道也。而我們呢，正在親眼見證這場載入史冊的格局巨變。最後問大家一句，你覺得下一個敢硬剛美國、奔赴中國的盟友會是誰？是澳大利亞還是日本？